日本通过新版防卫白皮书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涉台内容翻倍，有何企图？为日本介入台海有事来寻找理由。日本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耍伎俩提高防卫费、增军力，试图发展怎样的进攻能力？日本当年将这项超纲的制导技术应用于1-2式岸舰导弹，就是为未来研制对地攻击巡航导弹进行技术积累。自卫队强化西南诸岛部署，拟将马毛岛打造成陆上航母，将对地区安全局势构成多大影响？为何说日本构岛建基地专为美军服务？美国又在背后如何怂恿施压？那么试图呢修建20到40座的这种临时性机场，可能会成为这个未来我们说美军一个可能的预留的这么一个支撑点。日本将与英国、意大利合研下一代战机，所谓6代机有哪些技术指标？从星神到 FX 项目，日本有着怎样隐身战机研发技术？日本寻找外国合作方，首次不选美国，又释放出什么信号？我觉得还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技术的问题。7月22号，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通过了防卫大臣岸信夫提交的2022年度防卫白皮书，里面包含了大量涉华错误内容，抹黑中国奉行的防御性国防政策，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将中国定义为最主要的安全威胁。那么日本防卫白皮书的内容究竟如何借渲染周边威胁，企图发展进攻能力？专守防卫的安保政策是否已经名存实亡？深圳卫视东京特约观察员毛峰带来独家观察。本期节目，评论员杜文龙、特约评论员石红共同在线深入解读。马上掌握最新消息。对于日本的2022年度防卫白皮书，用颠倒黑白、胡说八道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日本在白皮书中用了大量的篇幅对中国进行抹黑，干涉中国内政，妄图将美日等国造成周边局势紧张的事实甩锅给中国。外交部已就此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日本新版的防卫白皮书指责抹黑中国国防政策、正常军力发展和正当海洋活动，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日本防卫白皮书还对中国军事力量发展和武器装备现代化大加指责，大量内容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尤其是有关台海局势的内容，较去年增加了1倍。深圳卫视东京特约观察员毛峰表示，日本这是在为将来介入台海有事寻找理由。今年的日本防卫白皮书是第一次以超过过去7年1倍的，也就是用10页的篇幅来论述台海问题。那么他强调了台湾是日本最重要的伙伴和朋友，台海的稳定安全事关日本。那么白皮书通过列表对比的方式，强调了中国军事力量和台湾在军事平衡上面，那么中国已经完全取得了压倒性的那么一种优势，为日本干涉台海有事制造舆论铺平道路。不仅如此，日本防卫白皮书还专门开辟了一个章节，用13页篇幅来论述俄乌冲突，再次炒作所谓今日乌克兰就是明日东亚的论调。有观察指出，日本别有用心地将所有在日本周边遇到的安全威胁与俄罗斯强行绑定，将中国与俄罗斯一道维护亚太稳定的行动歪曲为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对中俄两军的正常往来说3道4。他强调的核心词就是这种以力量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动摇了包括亚洲在内的整个国际秩序的基础。那么它的背后的根本目的，其实就是要渲染今天的乌克兰就是明天的东亚，从而为日本扩军和强军应对印太地区的那么一种严峻的安保环境制造舆论。日本的白皮书也指出，近年来中国和俄罗斯加强了合作，那特别是中俄两国的海军舰艇和战机共同在日本周边的航行或飞行，
那么今后呢，需要密切关注中俄军事的那么一种深度的合作。事实上，日本不管是炒作台海局势，还是所谓中俄威胁，根本目的就是要发展军力，突破专守防卫，在事实上摆脱和平宪法。那么这是今年版的防卫白皮书释放出来的一个重要信号，也就是说，白皮书是第一次提出了日本拥有对敌基地反击能力和增强日本防卫军费的必要性。那么这个事实上呢，也是为把这一些列入今年将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和防卫计划大纲等等这些重要的军事文件做出铺垫，同时呢，也为日本彻底抛弃专守防卫迈出了新的一步。那么日本采取这种先上车后补票的方式来突破专守防卫，那么今后也会顺势修改和平宪法。日本明确提出对敌基地的反击能力，事实上也为日本研发和增强中远程海空打击能力扫清了障碍。与此同时，日本还在防卫白皮书中公布了正在进行风洞试验的120岸舰导弹改进型模型。相比日本自卫队目前现役的120岸舰导弹采用的标准亚音速导弹构型，改进型将采用引申化的弹体构型，同时用大展弦比可折叠弹翼取代传统弹翼。这种改进能显著降低导弹被发现的概率，也能够大幅增加导弹的有效射程。有观察指出，这实际上就是日本30重工正在研发的具有极高主动杀伤力的巡航导弹。日本提出所谓反攻能力，根本就是耍伎俩、玩文字游戏，铁了心要发展进攻能力。那么30重工研发的将是一款怎样的巡航导弹，又会有多少技术含量呢？日本媒体此前推断，30重工将在120岸舰导弹的技术基础上，用8年的时间研制一款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巡航导弹。120岸舰导弹本身是日本近年为汰换88式岸舰导弹而研制的，采用涡喷发动机，最大射程为220公里。在制导方面，120式岸舰导弹采用了独特的惯性加 GPS 加地形匹配加末端主动雷达制导的新型复合制导方式，具有更好的目标识别能力和命中精度，具备攻击小型水面目标的能力。日本陆上自卫队声称，采用了地形匹配制导的120式岸舰导弹，具备从距离海岸线50到60公里的地方攻击海面目标的能力。导弹发射后，在陆地飞行阶段，巡航高度在50米左右，利用地形的掩护，能够降低被发现和拦截的概率。进入海平面飞行阶段，飞行高度则可以降低到10米进行掠海飞行，也难以被探测发现。不仅如此，这款导弹发射时的射击角度达到了80度左右，必要时可以在山地另外一面发动攻击，从而提高战场生存能力。需要指出的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岸舰导弹几乎都没有采用地形匹配制导技术，因为在本土安全区域发射的岸舰导弹并不需要挑战如此极端的发射环境。可见，日本当年将这项超纲的制导技术应用于120式岸舰导弹，就是为未来研制对地攻击巡航导弹进行技术积累。因此，制导技术并非日本研制巡航导弹的最大难题。考虑到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在末端采用了景象匹配区域相关制导技术，日本只需将主动雷达导引头换成类似制导方式即可。对日本来说，真正的技术障碍是如何增大射程。由于小展弦比的三角形主弹翼不利于增加导弹射程，日本则改用美国战斧巡航导弹的气动布局，只有一对弹翼，有利于提高导弹的升阻比，从而使导弹获得较大的射程。在导弹发射之前，2片弹翼折叠在弹体内部。当固体火箭助推器将导弹加速到一定速度后，弹翼展开，巡航的涡喷发动机开始工作，导弹进入巡航飞行状态。因此，日本在提出要研发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巡航导弹时，外界就将其称为日版战斧。而美国战斧是不折不扣的进攻武器，从这点来看，日版战斧的本质无疑也是进攻性。不仅如此，日本还在谋划迅速提升海空力量的远程打击能力。那么，除了现在的
陆基型以外，还将研制舰载型和空载型的 SSM， 为加强中远程导弹的这种打击能力。那么日本还将改装12架 F-15J 的战机，使其可以搭载射程1000公里的杰斯姆1R的远程导弹。那么同时呢，还要改装 F-35的隐形战机，使其可以搭载2枚 JSM 的中程导弹。这样，日本中远程导弹的打击能力，它的作战半径就可以扩大到1000公里。日本时事通讯社此前曾报道，2020年的3月，日本防卫省与挪威康斯伯格防御与空间公司签订购买 JSM 导弹的合同，完成首批防区外导弹的采购。JSM 也被称为联合打击导弹，是美国雷神公司和挪威康斯伯格防御与空间公司共同研制的一款防区外精确制导导弹，最大射程为555公里，战斗部采用模块化设计，可根据目标类型选择不同战斗部。这也意味着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F-35战机打击范围将能够覆盖西太大部分地区。此外，深圳卫视东京特约观察员毛峰还指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的重中之重还包括强化西南岛屿的军事部署，试图拉拢更多的国家来遏制中国。也就是说，在日美同盟、日美澳同盟、日美印澳朋友圈以外，还要加强与法国和英国等欧洲国家以及东南亚国家的军事合作，形成一个什么呢？也就是多层次、多领域、多范围的对中国形成的军事的威慑力和应对能力。日本去年的防卫白皮书首次将涉台问题单列，并放入新增的美中关系章节。今年的涉台内容较去年又增加了1倍。那么杜先生，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日本怎样的对台政策走向呢？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又暗藏怎样的祸心呢？很显然，从数量和质量方面有了明显的扩展。日本这样做呢，大概有一些原因。首先呢，要进行武力挺台。目前看呢，日本和台独势力的相互勾连非常紧密。特别是高级政客，包括其他的官员，在台湾问题上的风言风语和说三道四特别多。特别是2位前防相还要去台湾地区进行所谓的窜访，起到壮胆的这种效应。这点呢非常重要。第二呢是与美国当前奏。美国目前在台湾问题上正在利用所谓的两岸紧张局势大做文章，也是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棋子和重要抓手。如果日本按照美国的战略意图，那么首先在白皮书中关注台海、关注台岛，这样呢也能够在美国的战略框架内多出力。另外呢，就是推进所谓实质性的这种正常国家、正常军队建设。如果把台海问题视为严重态势，那么今后在西南岛屿战略方向就会强化部署、强化行动，通过各种远程攻击性武器装备的配备，让日本首先借助所谓中国的威胁以及台岛的危机形态出现大的变化和发展。这样呢，无论是突破对方的各种防线，以及呢踩破和平宪法，甚至是进行修宪，都有了基本的理由。所以对台岛的关注，并不是真的关注台海，而是要为自己踩破和平宪法寻找理由、寻找借口。日本接连炒作所谓中俄威胁，提出了要增加防卫费，发展所谓反攻能力，实际上就是在耍伎俩，发展进攻能力。有观点认为，这根本就是学美国的套路。那么石先生，您对此如何分析？日本这么做呢，是在借势，那就是紧跟着美国的步子走嘛。而且呢，这样还是呢，可以给美国呢表忠心，就会使得美国对日本更加倚重，那么对日本的管制也就会进一步放松。你像最近几年，日本是不断的加大呢进攻性武器装备的研制，包括呢从美国呢进行采购。那对此美国呢是啥话都没有说这就等于呢给日本松绑了。日本呢现在还准备呢修宪。要知道，这部和平宪法本身就是美国的人当年给日本定制的，但是现在呢，美国呢啥话都不说，这就可以看出来，日本呢就是借着不断跟着美国走。它是不断的取得突破，使自己走向了所谓的军事正常化。那根本目的还是让日本
变得呢国家正常化。近年来，日本已经多次提出要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即如果发现对手准备针对日本进行导弹攻击，应先发制人，摧毁敌基地。那杜先生，这是否说明日本正在试图突破现有的军事限制呢？具备攻击对方基地的能力，实质上呢就是攻击对方国家的能力。简单理解就是发动战争的能力。如果真的具备了这种能力，那么宪法第9条将会被全部抛弃。目前日本正在这条路上狂奔，比如2款超高声速武器装备正在快速发展，吸气式、助推滑翔式，以反舰作战作为借口，但是主要目标还是对陆上包括其他目标发动攻击。实际上呢，还是通过陆上空中远程打击能力去摧毁一个国家的重要设施与核心的目标。另外呢，航空母舰改装化正在快速发展，无论是出云号的服役以及加贺号的改装，都说明日本要求有远战作战能力。另外，日本还极力想拥有核潜艇。如果真的拥有了攻击型核潜艇，加装美版或者日版的巡航导弹，这样呢，在海上对主要目标的攻击能力也将会达到战略效果。所以现在去观察日本自卫队陆上、海上、空中正在集中发力，试图以打击对方基地作为幌子，突破和平宪法，进行所谓的正常军事扩张。据日本媒体日前报道，日本方面正在对马毛岛修建军事基地的计划展开调查。按照计划，日本将在马毛岛铺设飞机跑道，作为自卫队 F-35B 舰载机和驻日美军航母舰载机的训练基地。建造完成后，马毛岛就俨然变成了一艘陆上航母。那么，日本此举为何说是花巨资专门为驻日美军服务？美国看上马毛岛之后，如何不断对日本政府施压？构岛建基地的背后，又凸显美日怎样的暗中勾连？马毛岛是日本第2大无人岛，面积只有8.2平方公里，地形非常平坦，最高点也不到72米。从海面上看，马毛岛就像是一块岩石平台，因岛上生活着一种名为马毛鹿的野生鹿而得名。事实上，马毛岛曾是一个有人岛。2战期间，日本政府将岛上居民驱离，将这里变成防空基地。2战后，日本政府又花大力气让居民回到了岛上，进行甘蔗种植和乳制品生产。岛上的居民一度达到500多人，还建立了港口、学校和基本的生活设施。由于缺乏水源，加上病虫害的影响，他们发现起早贪黑也赚不到钱，生活越来越困难，于是逐渐离开了。之后，日本相关企业又对马毛岛进行开发项目。1974年，日本和平相互银行设立马毛岛开发株式会社。第2年，收购了马毛岛的大部分土地，计划打造为休闲观光之岛。后来，该银行向政府议员行贿20亿日元的马毛岛事件被曝光，项目被终止。马毛岛一度成为日本国家石油储备基地的候选地之一。1995年，日本塔斯顿公司收购了马毛岛开发株式会社。最开始计划将该岛作为日本版航天飞机的着陆场进行建设。2007年，塔斯顿公司听闻美军对马毛岛感兴趣，要将这里打造成航母舰载机起降训练基地，认为发财的机会来了，于是出资建设飞机跑道，并在2011年建成2条交叉的跑道。从空中鸟瞰全岛，就像一艘巨大的航母浮在水面上。而日本政府看马毛岛已经建好跑道和机场设施，于是向塔斯顿公司买岛。塔斯顿公司最开始要价400亿日元，而日本政府声称这岛只值45亿日元。经过8年的拉锯谈判，塔斯顿公司因经营不善被债主逼债，还受到美国的压力，最终在2020年以160亿日元将马毛岛卖给了日本政府。从最初的这个度假村，到后面试图去争夺这个日本石油储备的基地，到后面可能又希望把它变成比如日本航天飞机的着陆场，就这种整个的项目其实都不太成功。那么直到07年呢，开始炒作，让它变成自卫队和美军的共同的训练基地。那么现在呢，一直被日本的右翼和这个马毛岛就是拥有马毛岛相关的这个开发权的这些企业呢，视为可能唯一的选择。
那么现在呢，这个岛屿的开发，实际上在日本国内呢，一直被很多的党派和政治人物视为一种黑金政治的代表。可以说，从日本政府购买马毛岛到计划建设军事基地，都是美国在背后怂恿和推动。那么，美国为何那么重视马毛岛呢？驻日美军航母舰载机联队最初是在神奈川县后木基地模拟起降训练，离居民区较近，周围的日本居民不堪其扰。于是，1991年改在硫磺岛上进行。2018年3月，驻日美军航母舰载机部队从神奈川县的后木基地转移至位于山口县的岩国基地。由于岩国基地距离硫磺岛大约1400公里，路途太远，而马毛岛距离岩国基地只有400公里左右，美国就不断给日本政府施加压力，加速推进购岛进程。不难看出，日本政府宣称在马毛岛建设军事基地，用以驻日美军航母舰载机和日本 F-35B 舰载机训练，更多是为了安抚日本民众的不满情绪。因为这个基地未来很有可能主要是驻日美军使用，连日本读卖新闻都将其称为马毛岛驻日美军基地。日美方面它还是一个各取所需啊。日本方面刚才我们讲了，首先是自己的黑金政治需要，美国的考虑是它实际上从2017年开始就对太平洋，尤其是西太平洋上面大量的拥有机场或者适合修建机场的小型岛屿进行调查，那么试图呢修建20到40座的这种临时性机场，可能会成为这个未来我们说美军一个可能的预留的这么一个支撑点。日本读卖新闻此前还报道称，日本政府决定从2022年开始，将在马毛岛建设机场等相关设施，预计工程工期为3年，在2024年底前完工，预计最早2025年能够承担美海军舰载机起降训练任务。日媒还鼓吹马毛岛军事基地的建设不仅将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还可加强日本西南方面的战略部署。马毛岛位于东海东北部，距离中国大陆海岸线仅约800公里，紧邻的大隅海峡又是连接太平洋和东海的海上要道，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在这里建设军事基地，就可以监视穿越大隅海峡国际水道的舰船，而大隅海峡又是中国海上舰艇力量进入西太平洋最短的航线。值得指出的是，日媒还指出，在必要的情况下，马毛岛的训练基地可随时转变为战机的作战出发基地。日本东京新闻去年12月26号曾发表题为《美将把西南诸岛作为临时据点》的报道称，日本自卫队与美军已经制定了所谓台海爆发战事时将实施的新版日美联合作战计划的草案。在冲突发生的初期阶段，美海军陆战队将把从鹿儿岛县到冲绳县西南诸岛一线的岛屿作为临时攻击用军事据点。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美国印太司令部是基于美海军陆战队主导的远征前进基地作战这一新作战概念向日本自卫队提出的上述建议。所谓的远征前进基地作战自提出之初就被认为是美军为了遏制中国制定的作战概念。而在2019年3月，美海军陆战队就在马毛岛进行夺岛演习，专门验证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概念。当时外界就普遍认为马毛岛将成为美军遂行远征前进基地作战的选项。这个是很有可能的，而且我们说从美国之前无论是海军陆战队还是美国空军的一些想法来看，就是整个西太平洋上面拥有机场，哪怕这些机场已经废弃的小型岛屿呢，都会成为美国可能的一个基地。那么在为了达到这种我们说临时占领机场并且迅速恢复使用的能力呢，美国方面在日本也预留了这个相关的部队，也进行了诸多的训练啊。美国方面之前其实从2016年、2017年开始就一直在构建这方面能力啊。不过，评论员白梦辰也指出，美日应该也不会花大价钱在马毛岛上建立大的军事基地，因为马毛岛的环境不宜长期部署，再加上面积小，没有掩体，一旦发生冲突，很容易被瘫痪。800公里的距离，对于现在的这种精确制导武器来讲，应该说是一个相对很近的距离了。如果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对这种机场
尤其是跑道进行攻击的话，难度是并不大的。而且我们说现在的攻击精度，基本上可以达到这个对跑道在这个合适的位置直接留下巨大的弹坑，那么让这个岛上的机场跑道无法使用的能力。所以呢，现在对于美军来讲，那么如何在夏威夷方向，或者说我们说在包括像澳大利亚方向去建立真正意义上能够在对方射程之外保留这种兵力的支撑点，可能是更重要的。分析指出，在马毛岛建军事基地，再次说明美日正试图将日本西南诸岛进行军事要塞化，打造北起马毛岛、南至与那国岛的军事琉球湖。根据日媒的报道，日本自卫队已经在琉球湖列岛群上配备了先进的武器装备，海陆空部队的总人数达到9430人，其中陆上自卫队3940人，海上自卫队1450人，航空自卫队4040人。在奄美大岛、冲绳本岛、宫古岛已经部署导弹部队，加上正在建设导弹基地的石垣岛，将形成4个据点的格局。此外，作为琉球湖列岛的最西端，与那国岛上也驻守有自卫队的沿岸监视部队，并计划在明年部署电子战部队。目前，日本还计划在鹿儿岛县的海上自卫队陆屋基地部署无人机部队，并引进8架美军 MQ-9 无人机。部署工作计划于今年7月开始，部署时间暂定1年。日本方面称 ，MQ-9 无人机今后将在日本周边海域执行侦察任务，多数时间将在海洋上空活动。分析指出 ，MQ-9 无人机滞空时间为15小时，作战半径超过5500公里。8架 MQ-9 无人机可在广阔的区域内接续构建高效侦察体系，对相关舰船进行监视跟踪。然而，这一部署计划表面上是日本发起的，实际却是美国主导。对于美国来讲呢，它的无人机部队虽然之前炒得比较厉害，但是现在在美国的军费不敷使用的这种情况之下，那美国方面呢不得不把这种高成本的无人机部队逐渐的可以说是裁掉那么把有限的资金更多的用来保障那些有人驾驶的部队。那么这些无人机部队对于美国在比如说印太方向上面实现这种大范围的态势感知的意义又很大，那怎么办呢？就把它去这个交给日本交给韩国这样的所谓的盟友那么日韩呢，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无论是要花大量的资金去采购装备，包括这个进行这个转换训练呢，要向美国方面输送很多利益。更重要的是，在战时和平时，这些相关的无人机部队的控制权，实际上还是牢牢的这个掌握在美军手中，就等于日韩用自己有限的国防费用在替美国去养这个无人机部队。短片中提到，日本政府花大价钱从私人手上购得马毛岛，并计划在岛上建造军用机场。综合日媒的报道，这个机场虽然也给自卫队的 F-35B 使用，更主要的却是给驻日美军舰载机部队进行训练。那么，杜先生，您对此如何分析呢？对于美国来讲呢，马毛岛是个大礼物，可以凭借比较大的岛屿空间以及呢较好的起降条件进行舰载机的实战训练。从目前看呢，马毛岛的交易实际上包含着2种状态。第一，联合训练，因为这个岛屿主要提供美国进行各种航空训练，但日本也加入其中。如果能够在基础的战术训练方面实现美日之间的联合关系，那么今后在作战方案、作战要领、武器装备使用方面几乎可以做到无缝链接。第二呢，很显然是联合行动。从马毛岛的地理位置去分析，距中国大陆700到800公里，距中国台湾岛1000公里左右。如果把马毛岛作为一个不沉的航空母舰，今后美国、日本的作战飞机完全可以从这个地方出发进行各种作战行动。同时呢，在马毛岛上强化五代机，包括舰载机的部署，对于封锁大隅海峡、宫古海峡也能够起到一定作用。此前有美媒表示，马毛岛机场建成后将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那石先生，您是如何看待马毛岛所在位置的战略地位呢？那美国现在看中了马毛岛，主要还是因为呢这是个无人岛因为呢美国在日本本岛的这些基地现在是受到了日本民众越来越多的抵制。那么这块地方它是属于呢大隅群岛的一部分，其实就在种子岛的西边。那可以说这
这个地方呢是面积也不大，8平方公里嘛，顶多呢也就建个机场。要想建呢更多更完善的设施，面积也不够啊。再说了，这个地方基础设施呢也是普遍比较差的。像日本本岛，那不管是横田、后母，还有岩国等等这些基地啊，那由于日本的整个经济呢很发达，本岛呢这些交通还有通信以及呢油料、弹药等等的补充非常便利啊。马毛岛呢就不行了。那将来呢，这个运输还有呢储存相应的武器弹药、油料等等都是麻烦。但是它好处呢，就是呢现在没有人，那将来呢就可以成为一个纯粹的海空军基地。那这样一来的话，显然呢在政治上受到的麻烦是比较小。日本不断在西南诸岛建造军事基地，除了马毛岛之外，冲绳本岛、奄美大岛和宫古岛均部署了反舰导弹或防空导弹。石垣岛上的导弹基地也在建造当中。那杜先生，对于日本试图织密第一岛链的军事网络，您如何解读呢？从冲绳岛到与那国岛，日本在西南方向200多个岛屿上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基建，而且美国已经租借了其中的48个岛屿。那今后在尺寸相对较大、条件较好的岛屿上，进行防空导弹、反舰导弹，包括各种雷达的布设，已经会成为常态。目前，中国海空军在突破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方面能力有了进步、有了发展、有了提高，已经把第一岛链踩到了水下，把第二岛链踩在了脚下。这个状态下，日本和美国就认为，如果联合在第一岛链上强化基础设施，把之前纯粹的防御变成进攻，这样第一岛链的围堵效果就可以得到提高。第一岛链会由于攻击性武器装备的大量出现而长出毒芽，所以目前看呢，通过一岛链的这种强化部署，它要把之前围困的这种模式改成攻击模式。近年来，驻日美军经常拉上日本自卫队进行夺岛演习，还提出了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概念，被外界称为新跳岛战术。那石先生，日美联合夺岛都有哪些新的特点呢？所谓的美日联合夺岛作战，主要是看美军的夺岛变化。那么美军现在是提出来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概念嘛？那这样也就意味着未来美日联合夺岛，也就是以美军的远征前进基地作战呢为基础去进行。而美军的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概念更加注重的机动性、灵活性、隐蔽性和突然性。也就是呢，美军未来进行夺岛的时候，不再像二战时期集结庞大的2栖编队去进行夺岛了，因为这样目标呢非常明显，很容易遭到对方的跟踪监视以及呢火力打击。然后呢，在夺取岛屿之后，以岛呢控海。那由此也可以看出来，美日未来在进行联合夺岛作战的时候，所选择的岛屿都是能够控制的重要的海峡和航道的这些岛屿当然呢，用于呢夺岛作战的这些兵力在编程上也有很大的变化，像更加注重的防空武器的装备，以及呢岸舰导弹，还有呢就是远程火箭炮的这些装备。欢迎回到军情直播间。据英国媒体日前报道，英国将与日本、意大利合作研发第6代战机，主要的合作方式是英国正在研发的暴风战机项目和日本的 FX 战机项目合并。那么，英日意合作的将会是一款怎样的战机？第6代战机又会有哪些技术指标？从最初的星神到 FX， 日本隐身战机技术究竟如何？日本寻求国外合作，从美国转向英国，又释放出什么信号？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报道，英国政府7月18号对外表示，英国将在5年内试飞下一代战机的超音速原型机，并与日本和意大利合作，实施规模达数十亿英镑的防务计划。分析指出，这也是英国政府对与日本合作研发下一代战机进行官宣。据报道，英国下一代战机为暴风计划。英国航空航天系统公司正在与罗尔斯罗伊斯公司、欧洲导弹集团和意大利防务承包商莱昂纳多公司的英国分公司进行合作。原型机将是一种有人驾驶的超音速飞机，接受一系列技术测试，包括隐身兼容技术集成。7月22号，国际航空业重要展会之一范保罗航展在英国落下帷幕。在本次航展上，英国正在研发的新一代战机暴风以模型的方式公开亮相。
从英国方面公布的来看，当然就很先进了啊，这个具备比较强的隐身能力，然后可以超音速巡航，机动能力也很强啊，然后信息感知能力也很强。另外，它可以这个指挥无人机作战。实际上，有人机和无人机的协同作战也是现在比较热门的一种技术，甚至于有人认为是下一代就是6代战斗机的一个关键技术。所以综合来看的话，应该这个暴风战斗机是集合了英国这么多年来它航空工业的一个集大成者的一个产物。而英方高层在范保罗航展上再次表示，非常期待与日本联手进行研发。We feel like we're potentially very good partners. We want to work increasingly closely with Japan. 另据知情人士透露，英国和日本正在考虑建立更广泛的合作伙伴关系，以便将日本的 FX 战机项目与暴风计划整合在一起。近年来，日本一直在积极研发新一代战机技术。2020年底，日本宣布将在20年内设计并制造自己的隐身战斗机。这项名为 FX 的项目预计将耗资120亿美元。日本国会在2021年度防卫预算中提供了7.03亿美元作为启动资金。日本当然它自研战斗机啊，它出于2个方面的考虑。第一方面其实很重要，就是日本它一直想保留它自己一个独立完整的军事工业的研发体系啊。所以不光是战斗机了，它陆海空天啊，海军的那些舰船，然后陆军的像主战坦克，这个士兵使用的步枪啊，空军那么就是战斗机、教练机，它都有自研的产品。其实严格说，这样一些自研产品从经济角度看是不划算的，因为它价格很昂贵。日本本身自卫队装备量就比较少，它原来这些武器装备又不能出口。所以你像一种步枪可能装备个20-30万支，严格说单价比它从西方国家购买要贵得多，贵好几倍。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就一直谋求要自研隐身战机，曾捣鼓出进行了试飞的星神，后来又转为 FX 项目。那么日本在隐身战机方面的研制技术究竟如何呢？2016年4月22号，日本研制的 X2 星神隐身战机在爱知县名古屋机场成功首飞。据说近代日本著名画家横山大观把富士山叫做日本的星神，将星神用于战机名字有着日本之魂的意思，可见日本当时对这款战机的重视。然而在日本人一阵大吹大擂之后，星神却如同昙花一现，很快就销声匿迹了，搞得日本人心神不宁。事实上，星神只是日本研制的一款技术试验机，只是被吹上了天。从外形来看，星神机长14米，翼展9米，机高4米，气动布局就像缩小版的 F-22，却没有做到 F-22那样的全隐身。在细节设计上比较粗糙，比如说座舱盖和风挡直接沿用了川崎重工 T4 教练机的设计，机翼和机身没有采用一体成型技术，起落架舱盖也没有进行多少隐身处理。由于机体太小，还无法布置内部弹舱，星神完全可以称为伪隐身战机，意味着能够验证的隐身技术寥寥无几。星神更大的问题还在于发动机，采用的是日本自行设计的 XF51 涡扇发动机，目前的推力标准是5吨，推比接近8，完全无法满足隐身战机对动力性能的要求。即便是星神的小尺寸也不行，而且它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矢量发动机，只是在尾部用3块简单的折流板来改变尾流的喷射方向，即便能上天，也飞不出隐身战机应有的动作。除了这些之外，星神还有很多的问题，在试飞34次之后就彻底停飞了，并且要向美国购买总共147架 F-35战机。不过日本还是没有死心，依然提出要研发 FX 战机。日本防卫省将 FX 称为6代机，外号哥斯拉，意味着比 F-22、F-35还要领先一代，将具备3F 能力，也就是首先发现、首先攻击和首先摧毁，野心实在不小。不过日本计划不自己搞了，要找外援。日本媒体去年曾报道 ，FX 项目将借用西方的成熟技术，少走弯路，缩短研发周期。如今爆出要与英国的暴风项目合并，未来会如何发展，还有待观察。值得指出的是，这也将是日本战后第一次寻求美国以外的国家参与军事开发项目，也是日本和英国之间的首次重大合作。2020年，日本防卫省就将下一代战机的研发模式确立为在日本主导下与外国合作。
日方最初计划选定美国洛马公司作为外国合作方，那么日本为何最终没有选择美国，而是转向英国呢？分析指出，在隐身战机方面，美国根本不想日本自行研发，甚至不想日本掌握太多技术，而是要日本购买更多的 F-35。事实上，不仅日本，美国对其他国家也是如此。从他之前宁愿停产 F-22战机，也不愿对外出售，就能看得出来。总的来说，我觉得还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技术的问题。美国确确实实不想让 F-22的技术外流，所以最后他只允许向日本卖 F-35。而日本方面呢，一直认为 F-35呢可能还不太符合日本的需求啊。日本他是喜欢双发重型战斗机的，因为他认为他的那个国土面积虽然不大，但是呢这个牵扯的范围很广啊。因此在和美国的这个合作不成之后，他就找到了英国。事实上，美国对日本航空工业的限制还很多。二战结束后，日本作为战败国，被禁止从事航空工业的科研和生产。美国颁布了一系列肢解、消除日本航空工业的禁令。虽然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由于自身战略的需要，开始有意让日本企业或多或少地参与到前线受损战机的维修和保养等工作中，对其逐步松绑，并在1952年同意日本重建航空工业。然而，在战斗机方面的研制中，美国一直不放手日本自主研制。最典型的就是1985年，三菱重工提出了自主研发双垂尾双发布局的 JF-210战斗机方案。后来，在美国的压制下，日本被迫放弃了这一计划，改为以美制 F-16战斗机为蓝本，并换装日本国产航电飞控系统的 F-2战斗机。有人形象地称 F-2与 F-16是一对双胞胎兄弟，只是 F-2的手臂更粗一点。虽然 F-2的机翼比 F-16大25%，依然存在载弹量和航程的短板。目前，日本航空自卫队拥有约300架战机，主要以引进美国生产线生产的 F-15为主，有201架。另外还有84架日本自研的 F-2和已经到货的20架左右 F-35A。可以看到 F-35的数量不多，而 F-2作战能力又非常有限。日本空自的核心力量主要是 F-15J 战机。从1981年3月27号首架 F-15抵达岐阜基地，到1999年12月8号三菱重工名古屋工厂特许生产的最后一架 F-15服役，日本花费近20年组建起除美国外世界上最庞大的 F-15机群，曾自诩为亚洲最优秀的空中力量。不过，这些 F-15平均服役年限都已经达到了25年以上，有的甚至有40岁高龄，这也导致 F-15J 事故频发。按照计划，日本将对其中102架 F-15J 进行升级。回到军情直播间。短片中提到，英国和日本接近达成合并两国风暴和 FX 战斗机项目的合作，共同打造下一代隐身战机。这将是日本战后大型装备研发当中美国首次出局。那杜先生，日方最初选定美国军工业巨头洛马公司作为外国合作方，现在又要变为英国的航空航天公司，您对此是如何分析的呢？选择与英国进行联合开发6代机，首先是个诱饵工程。如果放置美国的武器装备技术不用，转而向英国进行联合研制，这样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就会受到冷落。之前美国只提供低端的 F-35战斗机 ，F-22战机的核心技术绝不向第三国出口。这个状态下，日本会感觉到与美国的技术依赖受到了一些边缘化。这样呢，转而向英国求助更好的技术，可以让美国感觉到自己特别重要。第二呢，通过与英国进行联合研发，也可以让美国向日本被迫出口先进武器装备。目前美国向日本出口武器装备还有某些忌惮，都是事关美国国家安全核心机密的武器装备，绝不向日本出口。但是在印太战略中，脏活苦活累活都是由日本来承担，所以日本感觉到非常不公平。如果能够与英国进行口头上的联合研发，这样对美国也是个不大不小的刺激。美国有可能在关键时刻把自己的核心技术向日本转移一部分，这样呢可以让日美联盟关系更加紧密。
英国是美国 F-35项目的1级国际合作伙伴之一，而日本此前研制出星神技术验证机。那石先生，两国都有一定的隐身战机研制技术，一旦正式合并，您认为会如何展开合作呢？我是不看好英国和日本联合研制隐身战机的。首先呢，从技术层面来讲，英国和日本呢都严重缺乏研制隐身战机的技术实力。英国虽然参与了 F-35项目，但是呢，它承担的工作量是很小的。主要呢是英国罗罗公司研发 F-136涡扇发动机，但是美国人是没有选中啊，最终呢还是选用了美国普惠公司研发的 F-135，这样就等于呢英国参与的工作最终白费了。那么日本呢根本就没有参与 F-35隐身战斗机的研发，他所研发的星神技术验证机也就飞了那么几下，最后呢就不了了之了。这就可以看出来，英国和日本都严重缺乏研制隐身战机的能力嘛。那么这俩呢连5代机都没整明白就去研发的6代机，那可想而知这个难度呢有多大了。那第二个呢就是在经费方面因为呢不管是英国还是日本现在经济呢都是呢很差劲，所以对于隐身战机的研发经费那显然英国和日本都是沉重的负担。那么第三呢就是诉求不一样。日本在提出 FX 战机项目的时候，就将这款战机定义为6代机。那杜先生，6代机都有哪些技术指标呢？您认为日本是刻意制造噱头吗？目前按照一般国家6代机的发展指标去分析，跟5代机相比，大概有这样几个变化：第一，全隐身；第二呢是网络化。目前6代机要通过作战飞机之间网络信息的沟通，实现目标情况共享，实现弹药共享，实现能力共享。这样呢，在整个的网络化的环境中，火力信息的组合将会非常紧密，打击目标的效果也将会大幅度提高。另外呢，从打击的目标以及战场评估去分析，那么这款飞机今后将具备有人无人一体化的这种趋势。所以我们感觉今后有人无人相互组合，有人无人两个型号是6代机的一个基本发展方向。总之呢，智能无人包括网络几个方面的要素会让6代机出现比较大的变化。日本刻意的营造6代机，有可能只是借用它的名目，但是内涵并不完全清晰。他认为只要有6代机的名号，就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显示日本的所谓创新能力，同时也加大了向美国、向其他西方国家索要高端技术的筹码。好的，非常感谢杜先生的解答，也感谢各位收看本期的军情直播间。